拜托，在整个春节连假的过程当中，每一条路是不是塞爆了？如果在当下有人因此而昏倒或者心脏不舒服的时候，这个是不是就很需要有人来送 AED？ 只要有人打电话一叫，就来了，就来了。人总是有怕万一的时候，可是呢，这个万一呢，我们需要把它解除，因为意外随时随地会在你的身边，不管是自己或者是旁边的人都有可能。但是要如何解决这个意外呢？今天瑞玲姐就请到了2位非常专业的医师来告诉我们，如果当有一个人躺在你面前需要急救的时候，该怎么办呢？第一位呢是陈志瑜医师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志瑜医师。然后再来就是大家熟悉的王凯平医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凯平医师。瑞玲姐，外送，外送，来了哎呀，异想，是的你们是送什么呢？啊！你都忘了你点了这个吗？哦，AED， 没错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。为什么请2位医师来呢？就像我刚刚讲的，其实人呢真的很怕意外，还有一些意外当中要如何去把它复原的这件事情。所以 AED 现在在台湾其实普遍率真的不太高，对不对其实台湾已经设置1万台以上的 AED 了，算是3000人有一台。 ？3000人才1台呀、这个比例会不会太低了一点？你说30个人1台或300人1台，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健保费可能会再飙升2倍啊！日本真的就是300个一台，我们台湾是稍微差一些这样子。因为我们台湾其实跟日本来比较的话，差日本大概10年的时间嘛。如果未来台湾的10年之后，就是现在日本高龄化的时候，所以我觉得台湾人越来越老大家不要这样看，我已经快坐5望。好吗？是很可怕的，所以 AED 对我来讲，我觉得是非常重要。其实这跟健保其实有点关系，对不对？不是很确定，因为其实这个我觉得陈医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，在政策上面来说啊，像这样的一个建制啊，在整个政策面是怎么样，然后还有包括它的费用裁员来说是怎么样，其实我觉得这是陈医师的专业。对于 AED 的了解，也是跟陈医师了解说原来这件事情这么重要，对，然后其实他在政策支持上面好像力度就是会有不够的地方，所以我才会觉得说，希望也是找他一起来，然后我们觉得说应该要来一起推广这件事情。对呀、因为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爱真的不要那么陌生，好吗？因为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爱去救回一个人。那所以陈医师，那我刚刚讲的这个够用吗？目前的 AED 建制都是公部门或是公众场所自行购买，然后登录在卫福部的网站上面。所以你说在部门跟公众场所，比如说在火车站啊、2等站以上啦、机场啦，或是交通要冲，我们其实都有装置啊。国中、国小其实也都有装了哦。这其实我觉得数量有一点少啦，但是你看，我们刚刚借由外送这件事情，把它 AED 请出来，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东西都外送，应该都送得到吧？可是光 AED 还真的没有人在送呢。应该说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聊到这个起源啊，我们刚才也在聊到说 AED 其实它是。平常就是摆在那边，你真的出事了。第一个有没有人敢碰它？第二个事情是你倒在那边，可是救你的东西就在100公尺之外，没有人会把它送过来。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聊到就是说，AED 这件事情好像需要有人送，对，那所以才会聊到说这个东西的推广好像还少了一些环节，不是说你摆在那边就会有用。所以我刚刚有讲到啦，你看，光3000人1台。但是呢，高速公路我们用路人，拜托，在整个春节连假的过程当中，每一条路是不是塞爆了？如果在当下有人因此而昏倒或者心脏不舒服的时候，这个是不是就很需要有人来送 AED？ 只要有人打电话一叫，瑞玲送，你有没有送啊？就来了，就来了，有是没有？不是就来了，马上就送了，好吗？我那时候就问陈医师说，他那时候就聊到，他说他要做这件事情，就是要人家送啊，那你们是怎么做的？所以他跟我分享，我觉得这个真是超赞。好，陈医师，你分享一下。好，让我来跟大家讲，因为我们如果真的发生紧急事件，我们第一反应就是打119，对不对？那119马上会帮你派救护车，可是救护车不会马上到啊。不会。那我们现在请119再多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启动你身边的 AED。让你身边可能3台、5台 AED 都知道怎么样，这里有人需要帮忙了，然后呢，是 AED 就会响，它就会发出警讯，哇，附近有人需要急救，请扫描 QR code 或者病人的位置。你听到你就扫 QR code，哇，原来病人在那里，就在旁边而已，
你就可以把 AED 带去帮忙更多的人。那这一台就是说，就是等于紧急警报器的一个道理。对，它分布的多吗？是3000人耶，现在这个几千，这几千，这还是说以后买车的时候，大家要加装一台这个好吗？因为至少你会知道，它响了之后，你开车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可以直接去救你身边的人。因为 AED 我们在上一集有介绍过，其实操作起来真的没有那么难。因为陈医师也讲了，小学的学生他都有办法去操作这一台机器救你。反而是这一台，我觉得是汽车有没有？对啊，要配一台。对啊，这个是标配耶。其实我们聊过这个问题了，其实你们就会发现说，有了这个东西以后，它其实是更好的。那它跟 AED 一样，它有一个建制的问题。可是其实我们那时候其实跟陈医师聊到的时候，就发现啊，其实这个概念最重要什么？其实叫做 AED 的外送。外送 AED 是干什么的？让你心脏跳的嘛，心动外送，好像听起来蛮厉害的。对呀，我觉得这很好因为现在很多的外送平台，其实它什么都送，可是有一个问题来了。当外送平台的那个外送员，他是不是也要经过一些训练？也许他只是把机器送过去，他自己也可以做。因为我刚刚讲了，其实也小孩子也可以做嘛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也有训练这样子一些人员，专门在送 AED？所以其实我们在聊的时候，就是因为 OK 有 AED 外送这些，然后你就觉得心动外送听起来好厉害哦。但其实你就发现什么？你除了还要打电话之外，其实现在几乎了，现在人手机里面它都有外送的。我们就聊到有没有一种可能性，我们的外送平台它的 App 里面就有一个功能，我发现路倒人我按一个键，这个外送员他不是送便当对，他是来送 AED 的，整台送过来，可不可以送？一定可以啊。对他来说，就是把外送费从送便当变成送这个。而且有些平台的外送费是0元所以其实帮外送这东西其实是救人一命。就像你虽然是不是护理人员，但是已经教你操作了 AED， 真的非常简单。你只要有手指头，其实你按下去，听着语音的操作，就可以马上帮你救这个一命。但是呢，外送平台我也觉得说，现在大家都可以加入，不管是第一个是车队，因为我发现到真的太少了，3000人只有用一台，真的太少。但是呢，特斯拉听好了，我已经指明你们喽，你们可以把它当成标配，而不是选配。刚好你自己有发生事情，你自己去扫 QR code， 搞不好这一台你刚好自己用得上，好吗？这一台其实真的要普遍因为毕竟台湾有2300万的人口，那这些人口当中，有些还是在偏乡的地方，像是花东的地方，医疗没有这么的容易去取得的时候，但是人与人之间呢，真的要透过一些爱来做连接。那这些爱呢，我们可以透过这些警报器呢，然后知道说四周围有人需要它，而且大部分像偏乡地方都放在里长家里呢。里长刚好去买菜，你怎么会知道呢？但是你有了这样的一个警报器之后，你就会知道哪些地方有这个 AED， 你可以直接冲到你隔壁的里长家去救你隔壁的这个人，把这个生命给救起来。我觉得这是无限爱我要问一下王医师，就是当这样经过 AED 去救起来的人，其实他在附近的过程当中，是不是就会比较像没有在做急救的过程当中会比较好一点？我大概知道你的意思，是简单一句话啦，最关键还是时间啦。你如果能够在那个黄金时间里面救起来的话，它恢复一定比较好，它的复健周期一定会缩短。所以真的这件事情呢，如果能够做到呢，很快速、很便利，那这件事情的话就会成功，而且对大家来说一定能够创造很大的价值和人生幸福。逸翔，你当过外送，我想问一下，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制度，让你去送 AED， 你愿不愿意？我蛮愿意的，可是我会觉得说，如果是你特别有送 AED 的，应该要薪水加急。真的耶！对啊，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，有些外送你要快一点的话，是不是要多加20到40块钱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说是救人一命，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20跟40不算什么，因为呢，你会得到无限的感激跟无限的一个成就感。所以我们很希望 AED 的推广是透过第一个外送平台，还有一些呢，像是刚才的车队服务，还有你家里面，不管你买了什么车，或者是你家里面，我觉得都要先装一个这样的警报装置，让你知道 AED 在哪里，你怎么样去帮助身边的人。记得哦，爱不陌生，爱一定要从你开始。我们今天谢谢王医师跟陈医师，谢谢。谢谢。看完影片之后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你的小铃铛。Body News 会给你最好的、最健康的、最美丽的完全资讯哦。